在人类100年航空史上，名机数不胜数，正应了那句老话，时势造英雄。在无数的电影中，与英军喷火战斗机进行激情缠斗的，总是一架德军的梅塞施密特 Bf-109战斗机。它是轴心国最著名的战斗机之一，也是二战期间其空中力量的明确象征。它的表现使德国在战争初期占了上风，同时也参与了每条战线，直到欧洲冲突结束。二战期间 Bf-109战机参加过多次飞行任务，出尽了风头。研发这款战机的威力，梅塞施密特也逐渐被人熟知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款知名的战斗机 Bf-109 和它的设计者梅塞施密特在二战中的故事。1898年，梅塞施密特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的一个商人家庭。按照父亲的人生规划，他应该接过家里的产业，经营一家酒庄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。然而，年轻的梅塞施密特不甘于这种一成不变的人生。那个年代，发明创造扎堆涌现，他想要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。梅塞施密特的梦想是什么？那就是研制飞机，飞向广袤的天空。怀揣飞行梦想，17岁的梅塞施密特遇到了航空事业的引路人，德国滑翔机先驱弗里德里希·哈特。梅塞施密特对飞行梦想的执着感染了哈特，他引荐梅塞施密特来到了一家军事飞行学校工作，系统学习飞机制造原理，也开始了自己的研制飞机之路。但是梅塞施密特天马行空的创意以及他极具冒险的性格，使得他研发的飞机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坠机事故。1934年，德国向各军工企业发出招标书，要求他们研制出新型战机。军方提出的条件十分的苛刻，新型战机要采用下单翼设计，最少能安装2挺机枪，机身结构能承受高速俯冲和急速横滚的飞行过载力。但由于梅塞施密特此前的种种劣迹，军方没有将其公司列入招标名单。对航空事业的热爱使得生性好强的梅塞施密特没有放弃，他凭借创造性的轻量结构概念加入了新战机的竞标队伍。1936年11月，新战机竞标迎来决赛。空旷的机场上，德国试飞员赫尔曼·伍斯特驾驶 Bf-109 在空中做了23个左横滚，21个右横滚。随后，他又驾驶战机爬升到近7000米高空，又垂直俯冲直下，以几乎触地的改平操作，完成了这场堪比飞行表演的试飞任务。见此情形，其他竞争对手当即弃权认输，为梅塞施密特和他的 Bf-109 战机戴上了桂冠。Bf-109 是一款里程碑式的战斗机，是二战德国的帝国之鹰。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，除了德军飞行员自身过硬的素质外，还要归功于德国出色的工业设计。Bf-109 战斗机大胆地采用了当时航空领域诸多最先进的技术，这赋予了它作为一款优良战斗机的品质。Bf-109 是德国第一种进入实用的悬臂下单翼、起落架可收放的军用机。在外观上采用了更多的直线修行，在构造上，它合理选用了高强度薄铝板和精密压铸件，反映出当时德国工业技术的先进水准。该机的翼载达到170千克每平方米，展弦比 6.065， 立尾呈半圆形，平尾为矩形，部分改型还设有下部斜撑杆，为保证有一个较大的平飞迎角，主起落架有一对长长的支柱特意装在了翼根处，但造成横距过窄的缺点。在野战跑道起降时，飞机容易倾翻。金属蒙皮的机身结构强度足够牢固，使 Bf-109 能做更剧烈的俯冲、横滚等飞行动作。Bf-109 战斗机采用正面阻力较小的水冷直列气缸戴姆勒奔驰 DB601 或 DB605 型发动机，机头配一个圆锥形状的桨骨罩及3叶螺旋桨，使其具有飞行速度快、爬升快、升限高的特点。Bf-109 的可收放起落架、全封闭驾驶舱加上大功率的发动机，使其极速能达到710千米每小时，爬升率在同期各国战机中名列前茅，最大升限超过1万米，能够拦截高空的轰炸机。不同型号的 Bf-109 战机在火力配置上略有差异，但常见的为2挺机枪加2门20毫米机炮以及1门发动机轴炮。部分型号还可以外挂数枚50千克炸弹或火箭弹，以增强对地攻击能力，火力足够凶猛。Bf-109 战机还具备适应性强、战场维护性好的特点。无论是西伯利亚的严寒，还是北非炽热的沙漠， Bf-109 都不娇气，即使出了故障也很容易修好，因此战斗出勤率也很高。Bf-109 战机服役生涯横跨了整个二战。
在此期间一直在不断改进，并衍生出多达10几种改进型。Bf-109战机也是二战中德国产量最多的战斗机，截至1945年3月，其总产量达到34000架。Bf-109K 是 Bf-109系列战机的最后一个改型，绰号卡尔。由于牺牲了火力和装甲，使整体质量减轻。与早期各型相比 ，K 型的飞行速度更快，作战反应更敏捷。K 型之后 ，Bf-109系列放弃发展，梅赛施密特开始全力研发 ME-262喷气战斗机。Bf-109K 装载戴姆勒奔驰 DB605 型引擎，2000马力。武器装备包括2挺15毫米 MG151重机枪和1门30毫米 MK108 中轴机炮，可以在翼下挂载30毫米 MK108 机炮吊舱，可称作 Bf-109的中级型。梅赛施密特精湛的设计让 Bf-109一出生就拥有了优秀战斗的基因，在诞生之初就参与了西班牙内战，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在二战爆发前，秘密发展多时的德国空军重回公众视野， Bf-109战斗机成为这支新德国空军的骨干力量，而且在之后的世界大战中成为历史上生产和使用最多的战斗机之一。Bf-109的适应性很强，在西欧、东欧、非洲、地中海和太平洋战场上都曾出现过该机的身影。当然，除了纸面性能，人员素质和战术也对战机能否充分发挥性能有非常大的影响。由于德军在二战前曾干预西班牙内战，不仅测试了战机性能，也顺便练就了一批数量惊人的王牌飞行员，这对整个德国空军的团体经验也有加成。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传奇人物，飞行员哈特曼少校。他驾驶着 Bf-109K 战机，在整个二战期间共击落352架敌机，创造了人类空战史上空前绝后的纪录。哈特曼于1942年10月首次参战，不过战绩并不令人满意。他驾驶的 Bf-109就像一只没头苍蝇在空中乱飞。更为可怕的是，他居然离开了长机，独自一人去追赶一架苏联伊尔2攻击机，弹药全部打完，也没有击中一枪。就在这时，哈特曼突然发现身后飞来2架苏联拉9飞机，惊慌至极的他凭借 Bf-109 过硬的机动性，迅速拉起进入云层，躲过了一次截杀。随后，在长机的引导下，哈特曼的 Bf-109 降落在公路上，由陆军士兵护送其返回营地。就这样，传奇飞行员的第一次空战就这样铩羽而归。与其说是他命大，不如说是 Bf-109 过人的机动性和强劲的发动机救了这位日后的王牌飞行员一命。但凡事都有两面性， Bf-109 战机的不足也在实战中渐渐地暴露出来。首先，由于 Bf-109 采用金属结构，机身相对较重，为了获得高速，又采用大功率发动机，因此增加了飞机的油耗，使其航程大打折扣，这也为之后的不列颠空战埋下了祸根。其次 ，Bf-109 两个起落架之间距离较小，起飞滑跑时机头高高翘起，这使得飞行员看不清前方跑道，在颠簸的跑道起飞时很容易栽跟头，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。除此之外 ，Bf-109 的全封闭驾驶舱不是气泡式，视野相对狭窄，飞行员不易发现后方来袭的敌机，容易受到攻击，陷入被动。不列颠空战时，英国皇家空军的标志性飞机是飓风战斗机和喷火式战斗机。受到航程的影响，当 Bf-109 战斗机飞到伦敦上空的时候，就只剩下10分钟左右的战斗时间了。在空中战斗时间稍长一些，就会造成无法返航的灾难性后果。最终，在这场战役中，英国损失了1547架飞机，包括770架飓风和喷火；德国空军损失了1887架飞机，其中650架是 Bf-109。Bf-109 是唯一一种生产过程从二战前持续至二战结束后的战斗机，长达近10年，在德国空军担任主力战斗机的历史，加上优良的技术性能，令其成为传奇性的战斗机。不可否认，美国的 P-51、野马、英国的喷火和飓风都是 Bf-109 的强劲对手。即便它不再是二战中最强的战斗机，但也可以牢牢占据二战中王牌战机的位置。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请持续关注我们，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，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。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